悟空呢就赶快欢天喜地的把这个金冠呐、金甲履呀都给穿戴在身上，觉得这真帅气呀。悟空和他这些狐朋狗友们喝多了，他就醉倒在那个山洞里。在睡梦中，有2个人拿大铁链子往他头上一套，拽着他就走。走着，来到一个古城幽冥界。大王，大事不好，有一个家伙打上门来了。悟空说：我是花果山水帘洞天生的圣人孙悟空，你们不知道我老孙修仙得道了，御天提寿了，早已经超越了3界之外，已经不在5行之中，怎么还敢找人来抓我呀？几位判官呐，抱出来一大摞大本子呀，来，找悟空的这个生死簿，找了半天，终于找着了。天产石猴该寿342岁，善终。拿着歘，就把孙悟空的上头写的名字以及寿命数字全给勾了，以后不归你们管。悟空从阎罗城打出来之后，刚回到花果山，脚下空哧绊一个跟头，就醒过来。原来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就像一场梦，可是怎么那么真实呢？《西游记》第4集，悟空辞职，闲官太小，不干了。在天界上，有一天早朝，东海龙王和地藏王菩萨前来觐见玉皇大帝，状告孙悟空，告他呢从东海龙宫抢走了金箍棒和神兵器的那个盔甲，并且还去地府地狱间将他和猴子们的名字还有寿命时辰都给划来了，这还得了啊？以后让我们怎么经营？玉皇大帝，他们不是藐视我，是藐视您呐！您是最高的统治者、管理者，这还得了吗？玉皇大帝说：“好了，你们先回去休息，我很快就派兵去抓了他。”接下来，玉皇大帝就问众仙班大臣这个妖猴是什么年代出生的？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历？谁知道啊？接下来有2位神就出来了一位叫千里眼，一位叫顺风耳。这猴子是300多年之前呢这个天生地造的。一开始呢，我们都不以为然，就是个猴子嘛。可是不知道这几年他去了哪里修炼成仙了，这一下就不得了了。玉帝就问：哪位神将去下凡把他给收了？这时走出一位老神仙，就是著名的太白金星。他可是个好神仙呐特别慈悲善良。老神仙说话了，在这个3界中这个人和猴其实差不太多，都可以修成神仙的说这个猴呢是天地日月孕育而生的，那么之后又修成了仙如果把它给废了，太可惜了恳请陛下慈悲降一道招安的圣旨，把他请上天来，授予他一个官职，其实形同于扣押在这个天庭里头。如果干得好呢，你就奖励他；如果再闹事儿，咱们也不要方便给抓了他这样的话呢，又不需要劳师动众，而且呢能管好了他，这不是个好事吗？玉帝一听甚是欢喜说：太白金星好主意那就按你说的来吧。太白金星领了圣旨很快就下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去招孙悟空上天。他见到孙悟空之后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天上的太白金星奉玉帝的招安圣旨前来请你，好机会来了。玉皇大帝让我请你上天拜受仙禄，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成了官方认证的仙人了。哎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知道吗？悟空一听，哎，这是好事啊！什么时候走啊？能不能现在去啊？说着就去了天庭啊。太白金星和悟空一起驾云到了天宫，上了凌霄宝殿，参见玉皇大帝。可是到了这个玉皇宝殿之后呢，他看见了玉皇大帝，悟空就直挺挺的身子也不点头，也不哈腰，也没有什么礼节。玉帝问道：“你就是那个妖仙啊？”悟空说：“嗨，老孙便是。”众位神仙大惊失色呀，说这野猴怎么见了玉帝也不知道参拜，没有礼节，没有礼貌真是该死该死！因为大众别说人了，就是神仙见了玉皇大帝都要彬彬有礼因为玉帝不是一般的神仙呐。可是这个猴子呢，根本不懂礼节。可是玉帝呢，也是位德行高尚的神仙见这猴子这样子，就给他说：“嗨，孙悟空你是下界的一个妖仙，念你初得人身，不懂规矩，我呢就不跟你计较了，没事儿。”玉帝问文武官员，就说还有什么官职有空缺没有啊？这时有位武曲星君就站出来说：“我们御马监呢，还正缺少一个管事儿的。”玉帝就传圣旨说：“好吧，那就让孙悟空做个弼马温吧，来管理天庭的御用马群。”众臣叫他赶快谢恩呐。悟空也只是说：“好了，谢了。”之后就欢欢喜喜的去做弼马温，去上任了。来到了整个这个马场哎呀，非常宏大呀，1000多匹天马真是非常的精彩猴子看了也特别开心因为他比较喜欢速度，看他马自由的腾飞奔跑哎呀，这个猴哥这快乐所以他就特别喜欢这些天马每天呢不分日夜就陪伴着这些马，好玩一会儿骑这个，一会儿摸那个，哎呀，甚是开心呢。一晃就半个多月就过去了，把这马养得个个精气神十足膘肥体胖，都很开心。有一天呢，一帮小官员呢一起喝酒聊天，也叫上孙悟空，聊得天南海北的，什么都聊不知哪句话激起了孙悟空的警觉，就开始问：“各位朋友，我这个弼马温是什么官衔是几品官员呢？”大家回答：“哎呀，您这个没品呐。”没品，那没品一定是很大喽？不是大，是太小了，叫他未入流也就是官场的流都没入呢，这底下一个小卒子而已这么小的官对呀，说如果你呢做错了什么事儿看错了马马生病了，得问责任挨揍，都是你的事儿。悟空一听，立刻燃烧心头之火，咬牙切齿，大怒道：“这般藐视我老孙呢？我老孙可是花果山上称王称霸，这玉帝老儿这么小看我，老子不干了！”呼哧一声，一脚将酒桌蹬翻了，抽出金箍棒来，一路打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一瞬间回到花果山之后众猴子们一看，哎呦，孙悟空回来了，赶快讲：“哎呀，小的们可想死您啦，您可回来啦，大王快请坐，请坐您的宝座之上您是我们大王大家都来朝拜。”有位老猴子就问：“大王您在天庭做什么官呢？”哎呀，悟空一想，哪壶不开提哪壶呀，什么级别呀？不好说，太侮辱人了。玉帝不会用人看不出我是个奇才可是只是给我封了个叫弼马温，就是给他养马呢，什么官品都没有。所以今天我才明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一怒之下就不干了，辞了他。众猴就说：“回来的好，回来的好，早就该辞了他。
大王，您是我花果山上的大王啊，您就是我们大王，我天天伺候你，我们乐意呀，开心呐。”为什么玉皇大帝派悟空当弼马温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个传说，就是这个从东汉时期，大约现在1700、1800年前左右的时候就是在人类的这个养马的历史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养牲畜最怕的是瘟疫，瘟疫一来，一夜之间所有的马或者猪牛羊都会死光。那比如说马的瘟疫，专门有马的瘟疫。那么据说呢，这个把猴子和马一起养，就能避开这些瘟疫。你说绝不绝呀？这个猴子因为它是动来动去的，从不停下来。那么猴子也特别喜欢速度或者速度更快的动物，所以猴子看到马的这个迅速奔腾的那猴子也特别喜欢。所以猴子和马是能玩到一块儿的。那么还有呢，到了一直延续下来距离现在500多年前的明代的时候，就专门有设了叫弼马温这个军队的官职，它主要就是管理马的各种的情况。在古代的军事战争之中马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士兵骑上马之后，再拿上武器，因为这个速度的原因再加上这种冲杀的力量，所以人一旦骑上了马，就像今天呢开上了装甲车和坦克一般，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譬如说一个骑兵是要和他平衡的话，就是大约针对10到12个步兵，所以一个骑兵的这个杀伤力就那么大。那骑的就是马。古代的这个骑兵队伍之中马是非常宝贵，所以管理马的这个最高职务者，到了明代时就叫做弼马温。所以说呢，玉皇大帝呢是看准了这一点就是觉得给这个孙悟空找了个非常恰当的工作。那么孙悟空他去做了之后呢，才发现这才是自己天生的职业就是养马是一个让他非常欢喜快乐的一个工作。所以玉帝呢还是知人善用的。孙悟空这么喜欢这份工作，怎么一听说这个官都不入流，就马上勃然大怒，辞职不干了呢？如果用当今社会的青年人来议论这件事情来说就特别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一个青年人，他毕业于名校，就是知名大学毕业生，成绩也比较优秀，因此呢就希望找一些在你那个国家比如说前100名最优秀的企业，是吧？其实我就在想是不是去了全球500强或者你本国100强之类的这样企业，真的你就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呢？越是知名企业，其实他们的这个管理就更严格。通常很大的全球知名企业其实它的员工非常多。如果你只是一个其中一项专业人士，只是在这同一家企业之中，你就工作30年，你也几乎不可能成为总经理和进入董事会，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到一些可能并不知名的企业，或者在排名之中没有的企业，或者小企业也许它飞黄腾达的几率就越高，是吧？在我接触一些年轻人当他们最初就业之后，有很多是他的运气很好，他老板给他的工资待遇非常高，但是工作也不太累，那么他们也一样心生烦恼。比如在当今这个时代，又遇到个青年人，他做的工作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就像随便玩一玩，就是年薪给他10几万美金，人家烦恼来了，说某人对他态度不好了，某个人给他摆出什么脸色来了。还有就是说呢，他曾经的同学有年薪有30万的，我觉得给自己少了，
我就想，你没有说你的同学还没找上工作的，还有的是一年薪2万的，不是也都有吗？就是所以，当我们的心中对比这些好像不如人的部分的时候，烦恼就起来了。这个悟空呢，一听说官小，烦恼就起来了。本来就挺喜欢这个工作，这个猴子骑马，猴子玩马，它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是吧？他又喜欢速度，又喜欢马，是干得挺快乐的。当人们说弼马温这个职务是没品，没有什么级别，是很小的官的时候，烦恼就出来了。那我觉得这种现象，其实都是不是真烦恼，而是一种叫心生烦恼。心生烦恼的就是由自己的心造出来的一个烦恼，它本来不是真烦恼。就是人的痛苦烦恼有一种和它比的话就比较实。比如说你天生残疾，天生身体有治不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从一个基本的素质来说，我就比别人低。这个相比之下，这种苦叫实苦。但是呢，这种自己想出来的一件烦恼的事困扰住自己，这种叫虚苦。其实这种虚苦的人呢，都是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生活经验的，通常在35岁以内的。但是往往人到中年以后，在职场上混了10几年之后才知道原来过去自己是那么幼稚，是那么无知。那么还有像这种虚苦的这种烦恼呢，通常他们的出身他们的家庭出身都不贫穷，比如家里就是不缺钱，父母弄一堆钱任他花，所以他才感受到了那么多虚苦的东西，就是通过妄想心念或者传说闲话等等的让自己痛苦。所以一个是家庭环境比较好的人，第二个没有生活经验的人，可能第三个还是没有树立自己有伟大理想追求的人，可能是3个情况造成的这个现象。像这种情况通常就是一念之差，如果你转念的话，这个烦恼立刻就消失。所以要懂得转念，懂得学会观察自己。所以悟空也一样。所以悟空呢，本来干得好好的，人家一说没有品，立刻就拍桌子走人，辞了老板这个肯定是一个错误。悟空跟须菩提祖师学艺的时候，还是吃苦耐劳的，也干得很开心。现在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在当时的话，悟空呢，他是天生的上无父母。第二，对自己来说呢，又没有本事。第三呢，他有个梦想追求，他想长生，是吧？所以他又没有本事，又想长生，所以去见须菩提祖师的时候就非常的谦卑。他只能通过谦卑才能打动师父，才能得到这些他想要的这些能力，而且也很勤快，为人也很好。那等他有了能力之后，他有了神通72变，变这变那又有了这个得手的武器武器和他自己的神通都是变来变去，神通广大，就已经有本事了，是创业初步有成了的。这个时候呢，人的狂躁傲慢就产生了。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没有定力的话，当别人一说你这个弼马温这个官其实未入流，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自己感觉到被伤害了。他不是假的，他真的以为玉皇大帝瞧不起他。其实你自己做的是你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嘛，对吧？当有别人说你这个没有品级的时候，就由快乐立刻转成了痛苦，到发怒，到辞之不干，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心中要有所定力要知道自己在要什么，或者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感恩的心。就是人们常说要经常保持一个感恩的心，也正是这个原因。有感恩才有所敬畏有所敬畏才让自己低调，而不敢张扬，不敢傲慢。那悟空这个时候
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到第2个阶段哈，就是有本事有能力，但是没有他具体的理想，所以让自己的行为哈就失去了这种就自我把控、自我控制。他就想，我凭什么去控制？为什么要控制？控制到什么度？对不对？当初的虔诚谦卑是因为什么都没有，但第2个他有所求于须菩提祖师，所以他在这种有所需求的时候，他的情绪的控制的就会把握得很好。就是人都是这样子，别忘了嘛，他在学人穿衣服、学人说话和礼节嘛，他懂得的。尤其是在见了须菩提祖师之后呢，到了斜月3星洞，他礼节非常的重啊，生怕师父不要他。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情绪和脾气都能控制得很好到位呢？是因为他的愿望非常的清晰。如果我稍有做的不谨慎，或者觉得礼数不到，师父都可能不收我。在那学艺期间头6、7年师父让他去做一些家庭生活的这些工作，比如说刷锅洗碗喂猪扫花园等等的。就是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抱怨没有闹脾气呢？生怕稍有不慎，师父就不教他了，赶他走了。但是当他学到了72变什么筋斗云，拿到金箍棒，就觉得天下第一了。这个时候他确实是有了一个不小的成就，对不对？就像一个人从一个1穷2白的穷人变成了一个千万富豪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谁说什么也不听了。为啥呢？觉得自己成为成功者，这就我应该个人得到了一个天堂的密码这个地下金库的密码钥匙，所以真理在我这里，所以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我呢？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尤其是去赚钱的人或者权力大了的人呢，通常别人建议不太听，除非有别人比他权力更大，正压他的上司，决定他命运的上司说话，他才害怕，否则比他身份低的人说话都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孙悟空呢，当有了本事之后，你看他用造反的心态博出来了一个让玉皇大帝给他封的弼马温他等于是博出来抢过来的一个名号，他也不太珍惜。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我要干什么，因为他的最初的人生理想已经实现了，是吧？长生不老之术，而且又有了打坏人、打妖怪，是吧？打流氓各种的超级能力，谁都惹不起他的时候，他失去了愿望，也因此呢，就失去了品德，还有失去了目标，失去了一种自我把控能力，也在不断的毁灭他自己。那这位辞职不干的孙悟空，回到花果山水帘洞，天天喝酒玩乐那他进入这个迷茫期，接下来他又生出什么事端，惹出什么是非呢？且听下回分解。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化身无量，寻声救苦，千手代表辩护众生，千眼代表遍观世间。供奉千手观音菩萨是2024年犯太岁属相，化解龙年冲煞、消灾避难最根本的方法。诚心供奉者，得菩萨护佑，健康长寿，出入平安，富贵吉祥，佛光普照。
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